家女苏清婉，知书达理，端庄秀丽，秉性温良，深得朕心。今册封为婉妃，则即日行册封礼，钦此。皇上要娶我女儿。不是，海公公，你这圣旨传错了吧？3位接旨吧。恭喜苏大人。海公公，慢走不送。陛下年逾古稀，婉婉不过豆蔻，怎能入宫为妃？苏明远，你好歹是一国丞相，你怎么能把我女儿推入火坑呢？我倒是能拦得住也行啊！谁想参加一个宫宴，这圣旨也下来了。我不管！我告诉你，我就婉婉这么一个掌上明珠，你去找圣上，跟他说，让他收回旨意，去呀！圣旨也接了，要是不嫁，那就是抗旨。去不去？我去。夫人，有话好好说，先把枪放下。娘，爹，娘，我入宫就是了。太子之位空缺已久，爹爹身居高位，我若是未婚配的话，那咱们家必然卷入皇位之争当中。若是嫁给陛下，爹爹就不必为党派之争为难了，倒也是件好事了。婉婉，是爹对不起你。今后，爹就是拼出了这条老命，也要护你周全。陛下，皇上，礼部那边拟了最近宜嫁娶的日子，您看一下。嫁娶？您昨晚不是要接苏大人家的千金入宫吗？皇上，朕酒后胡言，你怎么不拦着朕呢？皇上，奴才拦的话，现在只能拎着头回话呀。睡吧。春桃，怎么了？小姐，这位是海公公，是陛下身边的总管。老奴见过婉妃娘娘，这些都是陛下赏赐给娘娘您的。陛下还说了，娘娘年纪小，往后什么时候睡醒，什么时候算，不必向皇后请安。多谢海公公。春桃，公公，您拿着。哎呦，谢谢娘娘，那老奴就不打扰娘娘歇着了。春桃，帮我梳妆。入宫第一天，该守的规矩还是要守的。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谢皇后娘娘。这婉妃妹妹刚入宫1天，就敢让皇后等你这么久，真是仗着陛下的宠爱，连皇后都不放在眼里。臣妾初次入宫，不如贵妃娘娘熟悉宫里的路。年纪不大，口齿倒是伶俐。好了，既然第1天入宫，昨晚陛下又在你寝宫里歇息，来晚了也情有可原。往后啊，大家都同住后宫，只要服侍好陛下就好。皇后娘娘，你就是太仁慈了。
你今天如果饶了婉妃，明天就会有香妃、丽妃不守规矩，到时候后宫不就乱了套了？来人，我今儿就替皇后娘娘好好给婉妃长个教训。出去门罚跪，不到时辰不准起来。娘娘，海清姐姐禀明贵妃，我家娘娘中暑了，快叫太医。别人都跪得，怎么你家娘娘就跪不得？贵妃娘娘亲自惩罚她，是她的荣幸，她就得受着。还有2个时辰，跪满了才能走。娘娘，娘娘！七皇子，是贵妃娘娘让婉妃在此罚跪的，您不能带走她。你还敢拦我不成？婉妃若是出事，你自己拎着脑袋向父皇问罪去吧。陛下，婉妃怎样？娘娘只是中暑，并无大碍，需开窗通风半个时辰。臣这就回去为娘娘煎药，陛下不必着急。无事便好，无事便好。臣先行告退。多亏你了。朕听闻中暑看似小病，若贻误时机，还是会殃及生命。都是儿臣应该做的。宫宴之日，你说你有中意的姑娘了，是哪家姑娘？说给父皇听听。如果是个德才兼备的好姑娘，朕为你赐婚。儿臣只是一厢情愿，恐怕说出来会给他造成困扰。那便是缘分不到，你也不要太伤心。儿臣谨记父皇教诲。既然婉妃娘娘无事，那儿臣先告退了。好。不可，不必多礼。陛下，太医等一下就会给你送汤药来，静元凉爽，你在此好好歇息。容妃那边，朕已经罚过了。多谢陛下。娘娘，启禀娘娘，陛下半个时辰前因心病崩于正阳宫。放手！放手！哎，你们要干什么？我乃陛下亲封婉妃，皇陵面前，岂容你们放肆？皇帝崩逝，未育有子嗣的嫔妃需要陪葬，这可是国规。如今先皇崩逝，婉妃未孕，自然需要陪葬。婉婉她才入宫月余，如何能诞下子嗣？那便是她没这个活下去的命。这可是皇太子定下的规矩，苏丞相还想抗命不成？拿上来！各位，选吧。娘，婉婉，你怎么样了？太医呢？太医呢？苏丞相若是想拖延时间，本宫劝你死了这条心吧。谁来了，他都得陪葬。还是请太医来看一下吧。若是婉妃得了什么顽疾，损害先皇龙体，那可就是真的大不敬了。那便叫太医来看看吧。恭喜皇后娘娘！放肆！今日乃先皇下葬之日，何得喜事？禀皇后，婉妃已有1个月的身孕，我大周朝又添一位皇嗣。爹，是女儿不孝，
连累您和我一起受罪。别哭了，都被吓糊涂了。这里是静园，你还活着呢。娘娘，您身怀有喜，亦有月余，切忌大喜大悲。我有身孕了，这怎么可能？明明陛下从来没有碰过我。宫宴那日，朕酒醉之后一时糊涂，强行纳你入宫，只因为你长得实在太像朕的婉婉，所以才……婉婉，你冤不冤朕？苏家蒙皇恩荣宠多年，爹爹能从八品官员一路走到丞相之位，都是陛下的恩赐。婉婉心存感激，不怨陛下。这段日子，你就安心待在这里，不会再有人来找你麻烦了。过段时间，朕会找个适当的时机送你出宫。要不是刘太爷当众宣称你有身孕，你现在怕是已经身葬皇陵了。假孕脱身，爹，这可是欺君之罪，万一被发现了，还牵连了刘太医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娘娘息怒，臣与丞相虽不同姓氏，但同宗同源。况且丞相对臣有救命之恩，能够救下娘娘，臣万死不辞。那便把这件事藏一辈子。是。闺女，这件事就交给为夫来做，你就安心在这里待着就好。爹，先皇答应过我，会放我离开的。先皇尚未立下太子之位就驾崩，哪里来得及为你安排好一切啊？为父不能带你离开这后宫，但是会让你在此百岁无忧。七皇子，母妃深夜来此，所谓何事？你我同岁，唤我母妃哪里合适？你生于年初两冬之日，我生于年中盛夏之时，同年不同月，哪里不合适？你母妃，为什么每次见面你都要摔一跤啊？我问你，我爹爹刚刚是不是来找过你？苏丞相是来找过我，他为了保你性命无虞，同我做了一笔交易。见过七皇子殿下。丞相，着急前来，所谓何事啊？丞相，这是为何？老臣斗胆，请七皇子殿下救老臣女儿一命。救婉妃？她不是已经怀孕，不必陪葬了吗？是假孕。丞相，你可知道，你刚刚这番话若是被别人听到，可是会诛九族的。为了保护婉婉，老臣别无他法，只要七皇子救臣女一命，老臣愿意许最高的位置作为交换。你同意了？若是失败，我可以继续当个闲散的七皇子。可若是成了，江山、美人尽在我手，我为何不应啊？原来母妃深夜前来，是为了让我回绝和丞相的生意。若是有其他的办法，爹爹又怎么会来找你？爹爹为了让我活下去，一片筹谋，我又怎么能辜负爹爹的一片心意？我来只是想恳请七皇子
若有朝一日贾院事情败露了，还请七皇子能够护住我苏家，还有刘太医。我若是不应呢，母妃？你刚刚唤我什么？母妃啊。那身为儿臣，又怎么能不听母妃的话呢？早些歇息，母妃就不打扰你清静了。还是一如既往的伶牙俐齿。哼，就算苏丞相不来，殿下也是想帮婉姑娘的吧？可为什么方才偏要以一副坏人的模样？若是答应太快，他会起疑心。自然是因为当个坏人，他才会毫无负担地接受我的帮助。娘娘，娘娘怎么了？夜已深，母妃，早点安置吧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怎么在这儿？娘娘，娘娘怎么了？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你没事吧？奴婢刚才听见你在尖叫。进来只老鼠，刚给他赶走了。什么？居然有老鼠！我这就去找那巫妇。我若是老鼠，那母妃是什么？偷腥的猫吗？这么晚了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当然是来帮母妃假孕成真。林医官说你已经怀孕1个月，再不抓紧时间，苏家的人头可就保不住了。那就开始吧。哼。这么快？急什么？还没开始呢。萧承玉看着风流倜傥，没想到。母妃，你这么着急？不是你说的，要是不抓紧时间的话，就保不住我们苏家的命了吗？母妃，原来你喜欢这样。哼，母妃，母妃，终于清静了。记住，不准在这里叫我母妃。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哎呦！我不在这儿，我在哪儿？母妃，你就放心吧，昨晚来侍寝之前，我都安排好了。叶巡大人这么早去哪儿？昨夜七殿下心怀伤感，吹了一夜笛子，把笛子都吹坏了。我送去乐师那里修修。什么事情啊？胡言乱语，起开！母妃，你倒颇有帝王之姿啊！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冷漠无情，又好色，我哪一点说错了？昨晚那些，母妃从哪里学得的？不该问的，不要问。啊！哦，父皇从未与你同床，那母妃平时看的话本可不少啊。
借我也瞧瞧。放开我！放开！参见贵妃娘娘，我家娘娘尚未起床呢。都是姐妹，本宫怎么会嫌弃妹妹衣衫不整呢？本宫特意带来了御膳房新做的点心来，趁热吃。见过贵妃娘娘。妹妹真是命好，长了一张先皇喜欢的脸，进宫得了妃位，又成了晋元的义公主位，又凭着肚子里的皇嗣免去了陪葬。姐姐我可真是羡慕坏了。妹妹福气好，衣服穿的倒是快呀，和皇后娘娘的福气。本宫可不敢应妹妹这话。宫里现在到处都在传，妹妹这孩子来得太过蹊跷，不然为什么早不说晚不说，偏偏赶在先皇大葬之日才说？若不是臣妾那日情绪激动晕倒了，恐怕就要带着皇嗣入皇陵了。臣妾有几分好奇，这宫中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，敢质疑皇嗣？是脖子硬到不怕砍？妹妹放心，本宫和皇后娘娘已经教训过那些多嘴的奴才。今日前来，一是想让妹妹尝尝这御膳房的点心，二是本宫的妹妹下月就要与四皇子成亲，妹妹喜得龙子，想请妹妹一同观礼，沾沾妹妹的好运气。多谢姐姐的邀请，只是太医说我天生体弱，胎相不稳，需要静养，恐怕要辜负姐姐的好意了。也是，本宫自然忘了妹妹，得好好养胎才是。那妹妹就好生歇息吧。孟非，什么人送的你都敢吃？我何时要吃了？就是瞧瞧。天生体弱，胎相不稳，你撒谎的样子好有魅力。七皇子若是无事，本宫便不留你了。哎，孟非，你刚才为什么不答应荣贵妃的邀请？若是去了，就等同于朝廷上下都知晓，丞相府是四皇子一派的。若是吃了，那我并未怀孕一事便会暴露。这荣贵妃来我这里一趟，设下了不少圈套。看来母妃还是挺聪慧的，但显然这荣贵妃已经起疑心了，该怎么应对？吃了它，剩下的你无需知晓。可这糕点不是被下了药，我知道的。放心吧，吃不死你的。乖，乖乖听母妃的话，不会让你白吃的。春桃，去太医院找刘太医，让他帮我一个忙。大人慢走。啊，那不是伺候管妃的刘太医吗？他怎么来这里？掌柜的，啊，方才那位太医抓药的方子拿给我看。这不合规矩吧？放肆！我是贵妃娘娘的人，奉娘娘之命前来查看，你还敢拦着不成？小的不敢。大人，这就是刚才那位大人抓药的方子。这些都是缓解月事腹痛的药子，难怪刘太医会避开太医院来这里抓药。原来婉妃的肚子里根本没有孩子。何事这么慌张？本宫哪里是慌张，简直就是荒唐！皇后娘娘，苏庆婉果然有问题，她是假怀孕，肚子里根本就没有孩子。你确定？臣确定。皇后娘娘，臣亲眼所见，伺候婉妃的刘太医在宫外的医馆抓了缓解月事疼痛的草药，让婉妃和刘太医来复还宫。
见过皇后娘娘、贵妃娘娘。婉妃，你可知罪？臣妾不知自己何罪之有，还请皇后娘娘明示。死到临头还在装傻，来人！贵妃娘娘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大胆苏清婉，为了不陪葬先皇，居然撒下弥天大谎，假称自己怀有身孕。皇后娘娘给过你机会了，既然你不肯承认，那就让嬷嬷好好查查你的身子，戳穿你这个贱婢的嘴脸。臣妾不曾撒谎，还请皇后娘娘明鉴。臣妾肚子里有先皇的子嗣，不可经受这般折磨啊！娘娘的嘴是真硬啊！臣亲眼所见，刘太医在宫外的医馆抓了一副绝对不能在怀孕期间吃的药方，人证物证俱在。娘娘，你就不要再狡辩了！你胡说！我何时为娘娘抓过那种药？婉妃既然坚持自己怀孕，太医院的众人都在此候着，那不如让院守再把刺脉，真相如何自然知晓，省得风言风语。臣妾是先皇亲封婉妃，如今却要当场验身，就算是证明了清白，臣妾以后还有何脸面活着？还磨蹭什么呢？动手！不可！住手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！七皇子腹痛昏厥，情况危急，到处找不到太医，你们却来自偷懒躲清静。七皇子若是有事儿，你们有几个脑袋够砍？七皇子怎么突然晕厥？快带本宫去看看！皇后，苏清婉她荒唐！七皇子的命难道还比不上验身重要吗？要想在这吃人的后宫活下去，怎能只依靠奶和孩子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七皇子好端端的怎么会腹痛？回娘娘，七皇子腹痛并非病症，乃是药所致。程昱乃是大周的七皇子，时善都是专人服侍，怎么会误食了药物？我与婉妃无怨无仇，他为何要加害于我？七皇子此言何意？我听闻婉妃怀有身孕，本意前去探望，却发现静院无人。你桌上有一盘糕点，我便尝了一块，没想到腹痛到晕厥。我说你想害我，我说错了吗？那糕点是上午贵妃娘娘送来的，我未来得及吃，就去了凤凰宫。没想到七皇子会来找我，还吃了糕点。你的意思是，糕点里被人下了药？我不曾说过这话。容贵妃，你可有话要说？皇后娘娘真是信了苏清婉的鬼话，觉得我在糕点里下毒了。事关我清誉，还请皇后娘娘明察。事关我清誉，还请皇后娘娘明察。这是从婉妃娘娘宫殿里带出的糕点，请太医检查。殿下可还有其他不适？恶心，头晕，胸痛。这便是了。此糕点掺了幻月草，男子误食则会头晕腹痛，而有孕的女子误食则会流产。贵妃娘娘既然想对我下手，又为何在皇后面前污蔑我没有子嗣？我入宫不过2个月，一直谨记皇后娘娘对我的教诲，从未惹出任何事端，不知哪里做得不好，让贵妃娘娘如此对我。本宫从未听说过什么幻月草，婉妃，你莫要信口雌黄。这幻月草乃是极寒之物，断不会出现在太医院。若是有人故意下药，只会在自己的寝宫动手。娘娘既然不认，那就让侍卫们去各个宫殿都查查。你好大的胆子！本宫叫你去给婉妃准备药膳，你竟然在食物里下幻月草这种毒物！你若是担心死，本宫保你在宫外的家人
一事无忧。皇后娘娘饶命！七皇子饶命！我是怕婉妃娘娘肚子里孩子生出来，威胁到四皇子的前途。是我鬼迷心窍，这事儿与贵妃娘娘无关，是我罪该万死啊！罪该万死！行了，你意图伤害婉妃和皇嗣，向我跟皇后道什么？刚刚在凤环宫，可是医官你信誓旦旦的说我是假孕，怎么现在又想起要害我肚子里的孩子了？皇后娘娘，您说这前后言行不一，到底哪个才是真，哪个才是假？一开始我也是信你有孕的，可我明明看见刘太医他去宫外的医馆抓缓解月事的药，简直一派胡言！娘娘千金之躯，我怎会舍弃太医院去宫外的医馆抓药？启禀皇后娘娘，微臣去宫外医馆乃是舍妹身体不适，绝非为娘娘抓药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污蔑婉妃，残害皇嗣！来人，把这个不长眼的东西给本宫拖出去，处死！皇后娘娘饶命啊！皇后娘娘饶命啊！多谢皇后娘娘为臣妾正义。这天下没有无缘无故咬人的狗，何况这狗咬到了本皇子的身上，单单处死一个下人，实在难解我的心头之恨呢。皇后娘娘，您觉得呢？贵妃御下无方，去佛堂诵经，禁足1个月。哎呦，哦，哎呦，哎呦！儿臣可是为了配合母妃，牺牲了自己的身体。母妃，你打算怎样报答我？光天化日和母妃搂搂抱抱的，成何体统？不成体统，但很刺激。多谢七皇子出手相助，连累七皇子受了伤，本宫也着实心疼。这就回去差人给你送来最好的补品。七皇子好好歇息，本宫先回去了。叶璇，太阳快落山了，给我拿一身好看的衣服来。好端端的居然敢污蔑我家小姐和皇嗣，贵妃娘娘就能这么血口喷人吗？皇后娘娘这件事情已经做了处罚，以后就不要再提了。有了这么一遭，我在宫里的日子也能安分一些了。可是，母妃还真是容貌倾城啊，连瞪我的眼神都这么勾人。这件事情虽然看起来你是被我牵连的，但是有心之人若是想查的话，总会查出个一二来。到时候你我之间的事情就会公之于众的。生不能同亲，死同穴也好。我可不想这么早死。床都已经铺好了，跟我来。毛毛躁躁的，像什么样子？娘娘不好了，苏丞相听说娘娘的人为难婉妃后，大发雷霆，带着人去了咱们将军府了。什么？什么叫本宫为难婉妃？下次再胡言乱语，本宫要了你的命！奴婢说错了。苏丞相是个固执的，本宫若是不能平了他的怒，恐怕将军府以后的日子不得安宁。本宫妹妹的婚事宜，去给本宫做件事，做好了本宫有赏，做不好就提着自己的脑袋自己去埋了自己吧。是。娘娘，您之前从未关心过七皇子，怎么今日七皇子病倒，您这么着急？本宫着急的并不是七皇子，
先皇崩天，太子之位空悬，萧承玉外祖乃是皇太祖亲封的南海镇抚使，要是能得到他的助力，哼，这皇位非我而莫属。可是若七皇子也有先争权，他就是个整日寻花问柳的废物草包，掀不起什么风浪。要是没有外祖父的势力，萧承玉恐怕活不到出生那日。哼，七皇子没什么可怕的，婉妃的孩子尚未诞下，本宫对付的只有荣贵妃一人。若是想日日醒来都看到这幅美景，那皇位不争也得争了。小姐恕罪，昨夜奴婢不知怎的就昏睡过去，未能照顾小姐安睡，还望小姐责罚。那就罚你去将我的琴取来。如此云淡风轻、碧空如洗的日子呀，最适合抚琴了。得嘞，奴婢这就去拿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参见婉妃娘娘。前些日子我家娘娘听信奸人的谗言，冤枉了婉妃娘娘，心中着实难受。贵妃娘娘知晓娘娘的身体，不便参加四皇子的婚宴，就差奴婢前来送上这些赔罪的物件，还请娘娘不计前嫌收下。贵妃姐姐言重了，姐妹之间难免有些摩擦，何来赔罪一说啊？天气转热，贵妃姐姐送来的编织布料制成的衣衫，真是太贴心了。这雀儿着实好看，养在院子里啊，也是极好的。这些都是贵妃姐姐精心挑选的，一定要收好，记住了吗？是。金源到佛堂有一段距离，特意劳烦走一趟了。娘娘抬爱，奴婢便不打扰娘娘歇息了。我不是说了吗？白天你我少接触。可是我控制不住对母妃的思念，母妃不肯见我，我只好自己来找母妃了。油嘴滑舌，与其来找我，不如多参与一下朝堂上的事。整天脑子里想的都是这些事情，毫无进取之心。母妃，你怎知我不思进取？皇后这几日几次三番的派人来我宫里送补品，示好拉拢之意十分明显。母妃，你可得对我好一点，不然我就被皇后收买去了。哟，胆子大了，敢威胁母妃了。儿臣不敢，不过你干什么？贵妃送来的裙子确实好看，儿臣想看她在母妃身上是什么样子。荒唐，好端端的换什么衣服？哦，母妃现在不换也得换喽。放开！看似被困在笼子里，实则敲门厉害的很呢。究竟何时才能怀有身孕啊？
谁说我换了衣服，就非要给萧承玉看？萧承玉，现在可是白日。白日。母妃以为我想做什么？果然很美。确实很美。母妃，荣贵妃这次给你送东西来，你为何毫无防备就收下？她来求和，我无意与她针锋相对，为何不收？母妃，你以为不争不抢，在这吃人的后宫里就能活下去啊？不如我们打个赌。赌什么？不日就是二皇子的生辰，宫里会举办宫宴，到时候母妃的胎相也稳定了，只得参加。我们就赌母妃到时候会不会被人算计。不会。那我便赌会。那赌注是什么？先前夜夜都是母妃在上，如果儿臣赢了，母妃便与儿臣换换位置，如何？母妃便与儿臣换换位置，如何？主子，属下有急事求见。儿臣告退。七皇子，奴婢参见齐殿下。起来吧。这人身上的味道怎么有些熟悉？小姐，我把钱拿过来了。对了，七皇子为什么会来咱们静园呀？路过，进来坐坐。小姐，你的脸怎么这么红？莫不是染上风寒了？不是，就是这屋子里太闷了，太闷了。我们还是去院子里吧。走走走走走。七皇帝怎么会从静园出来？琴声铮铮如裂波穿云，这静园中是谁在弹琴？竟会有如此精湛的琴艺？你看见萧承玉从静园中出来？没错。难道萧承玉真有夺位之意，已经暗中拉拢了苏家？母后，静院中弹琴的是何人？我听到此人的琴技十分了得，我之前从未见过。那静园中啊，是你父皇崩天之前新纳的婉妃，苏丞相之女，擅长琴技。你七弟自幼喜欢音律，所以去静园寻婉妃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儿。皇儿，如今朝廷局势动荡，你有何打算？该拉拢的自然要拉拢，拉拢不来的，儿臣便想办法让他们心服口服。那你准备怎么做？父皇生前最在意的便是南方水灾，我准备从此事入手。若是成功治好水灾，皇位非我莫属。哼！丞相怎么不去婉妃那儿，跑来本皇子这里啊？殿下对臣女多有照顾，老臣也不会让殿下失望。丞相，这龙椅真是晃得人瞎了眼呐。
今天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来啊？这是张家铺子的糕点，我爹爹来过了。苏丞相今日确实来我府中与我商谈事务，不过这个糕点是我送丞相出宫的时候亲自买的，他送到你手里凉了，我可一直捂在胸口呢。母妃，感动否？我爹爹找你有何事啊？看来是朝堂之事，那便不说了。历朝历代，皇位之争难免兄弟残杀，天下动荡。如果真有这么一天，你会陪在我身边吗？你唤我母妃，我自然是与你共进退的。二皇子为治理水灾，向周边城邦的商户承诺，待他登基之后，给他们封地、加官进爵，前提是把救灾物资的价格提高到除他之外其他人无法承受的价钱。天灾固然难抗，人祸更为可怕。若是真让那二皇子得偿所愿，那这世上将会多了多少草菅人命的小人入朝为官呢？那我大周朝又能兴盛多久？萧承玉，人命关天，你绝对不可让他们这般胡作非为。母妃，你很信我。爹爹入朝数十载，门生无数，他选中的人必不会错。来，母妃，你若是没有入宫为妃，现在会在做什么？多半是北上去我母亲的家乡瞧瞧。这个时节，那里的草原应该都绿了，天气凉爽，最适合策马奔腾了。母妃还会骑马？我说了，在床上别叫我母妃。那我叫你什么？婉婉？你不累啊？和婉婉在一起怎么会累？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？我累了。可得抓紧时间，婉婉得快点怀上孩子。萧承玉，你真是……七皇子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属下叶巡参见婉妃娘娘。怎么又是你？天暖草绿，我家殿下想请娘娘去野春园游玩。你家殿下好端端的要求我家娘娘去做什么？我家娘娘现在可是怀着身孕，万一磕了碰了可怎么办？娘娘这病，竟什么都不知吗？春桃姑娘放心，我家殿下也安排好一切，保证娘娘不会受伤。殿下说，野春园虽不及草原辽阔，但聊以慰藉。母妃，你若是没有入宫为妃，现在会在做什么？多半是北上去我母亲的家乡瞧瞧。这个时节，那里的草原应该都绿了，天气凉爽，最适合策马奔腾了。去禀告你家主子，容我换身衣服。那辆马车是静园的，那就是婉妃吗？不过她已有身孕，怎么只会带一个婢女？去，把这件事情告诉我母后。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？这里四下无人，
我们可以过2人世界。那后面就是皇家马场，虽比不上草原骑射，但地势还算开阔。我叫你来这儿，是想射箭。多谢殿下记挂，不过我许久未开弓，有些手生。无妨，我先来。七皇子殿下居然还有这种本事，以前从未见过。孔雀开屏吧。试试。春桃姑娘，附近有个新鲜果园，我们去果园里摘些新鲜果子，拿给主子们尝尝。可是我还要陪在我家小姐身边。哎呀，走吧，春桃姑娘，你放心，我家主子比你靠谱得多。小姐，小姐，走了。春桃，不是你从丞相府带出来的吗？怎么会瞒着他？春桃不会背叛我，但假孕的事一旦被爆出，那便是诛九族的罪名。春桃是无辜的，我不想把她牵扯进来。那你要把我牵连进来，穆妃，你就不担心我的安危吗？七皇子文韬武略，城府颇深，又怎会让自己陷入危险之中？殿下心乱了。确实乱了。乖女，宫中一切可还安好？贾院报命实未下策，除此之外别无他法。七皇子殿下看似无心政事，整日寻花挽柳，游戏人间，实则文韬武略，非帝君不二人选。且殿下重情义，守承诺，定会护你一世平安。100年之后，爹娘也可安心赴黄泉。萧承玉优秀，我也不逊色他半分。若非命运捉弄，偌大的皇宫怎能困住这样的苏清婉？见过皇后娘娘，见过二皇子殿下。皇后他们怎么也来野春园了？七皇子和婉妃娘娘正在野春园游玩，属下这就去通报。不必了，这是奔着殿下和婉妃娘娘来的。啥？你说什么？本宫跟二皇子来此散心，不必给予礼数。是我疏忽了，忘记给你准备扳指了。疼吗？小姐，你和七皇子怎么就回来了？殿下，皇后娘娘和二皇子来了，还不让门口侍卫通报。刚才我进园子之前，我就发觉有人在看我，现在看来，并非我的错觉。那母妃可有应对之策？这倒是有一个办法，不过可能要委屈二位了。皇儿当真看见婉妃来了这里？千真万确，七皇帝的马车之前就停在这里，他又从静园中走了出来。我听说七皇帝与婉妃的年龄相仿，儿臣猜测他们两个也许……臣妾参见皇后娘娘。你不在静园安心养胎，来此做甚？臣妾在那静园待着，着实烦闷。早就听闻这野春园景色宜人，
臣妾的母亲也来自北方草原，不由得便勾起了那思乡之情。所以啊，就来看看，皇后娘娘与臣妾同为女人，应该最知晓怀孕的时候，这情绪啊最难控制了。没想到静园里弹出那样琴声的，竟是这般艳丽的女子。可惜了，她是父皇的妃子，不然……婉妃在此散心，这七皇子怎么也不避个嫌呢？若是连累了婉妃，清誉受损，七皇子也是难辞其咎。皇后此言差矣。我刚来这时，并没有发现婉妃，而且这是皇家园林，我总不能把她赶走吧？再说了，这日后见面的次数还多呢，我总不能次次避嫌吧？七皇帝，此话何意？我的侍卫和婉妃的婢女，郎有情，妾有意。属下见过皇后娘娘，见过二皇子，所以这日后和婉妃见面的次数还多着。属下对春桃姑娘倾慕已久，幸得姑娘放心。母妃容貌倾国倾城，相处不便，不光是把我迷住了，连第一次见你的二皇兄都被你迷住了。春桃，叶巡说的可是实话？奴婢喜欢叶巡。叶巡，你那身官服呢？你这身衣服又是从哪里弄来的？回殿下，属下身上的衣服是七殿下赏赐的，祝我与春桃相约，穿得体面些。奴婢本来今日也是要这么穿的，可是今天早上打水的时候不小心弄湿了衣裳，所以就没有换新衣服。这是好事，既然本宫遇到了，本宫就做个主，为你们赐婚如何呀？怎么，母后为你们二人赐婚，你还不满？不是，就是春桃姑娘是婉妃娘娘的婢女，属下尚未攒够聘礼，怕婉妃娘娘不肯将春桃姑娘许配给我。婉妃以为如何呀？若是皇后娘娘赐婚，那定是春桃的福气了。多谢皇后娘娘。属下多谢皇后娘娘。等二皇子生辰宴完了之后呢，本宫会派内务府的人呢，给你们选个好日子，看着你们成婚。多谢皇后娘娘。算算日子，婉妃有孕也有2月余了吧？这肚子怎么看着小了些？春桃，好生伺候着你们娘娘，她肚子里怀的可是先皇的遗腹子，不能出半点差池。明明是我的孩子。母后可是信了那二人的话？信与不信没那么重要，重要的是绝对不能让苏家成为七皇子的人。皇儿与林尚书家的长子素来交好，听闻他有个妹妹，与七皇子年纪相仿。待你生辰宴那天，请他们兄妹一同进宫吧。好。可是还在怪我瞒你。我知道这件事情小姐没有告诉我是为了我好，可是这么大的事情我现在才知，不能为小姐分忧解难就罢了，万一小姐你出了什么事，我实在是内疚。明明是我连累你，让你不得不与叶璇成婚。3日后乃是二皇子的生辰宴，我会想办法送你出去的。不行，我答应过老爷和夫人，要一直陪在小姐身边的。而且，如果是叶巡的话，奴婢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。春桃，你……小姐，你怎么了？
没事，别担心。快，去穿太医。恭喜娘娘得偿所愿，已有1个月的身孕。刘太医，外界皆以为我会在7个月后生产，可这孩子若是想平安出生，需要晚上1个月，你看有什么解决办法吗？古籍上有一种偏方，虽不能改变生产时日，但娘娘若是提前引产，也可保母子平安。那刘太医还等什么？快给娘娘熬制汤药啊！只是药方尚缺一副药引，十分难得，那便是胎儿父亲的心头之血。你的意思是要萧承玉为我放血？正是，此药引并无他物可以替代。你们先下去吧，容我想想。婉婉，可是在心疼我吗？你对我苏家帮助甚多，取心头血，怕是会伤你身体，这份恩情我还不起。我何时要你偿还我的恩情？是你爹半夜向我求助。怎么，现在有了孩子，就想把我这个工具踹开了吗？小声点儿。我本无意逐鹿，是你成了我夺权的动力。苏清婉，是你先来招惹我的，不管是宫宴上的惊鸿一瞥，还是半夜的求助。所以啊，乖乖待在我身边，陪我一起走上高台，和我并肩俯瞰山河。来人，备药。殿下且慢，心头血并非取于此处。你先放在那儿吧，我拿回去自己喝。你疯了！婉婉，你真美啊，好想一直把你留在我身边。皇后娘娘到！今日是我儿的生辰宴，大家不必拘束，坐吧。玉儿也到了适婚的年纪，今天也看看有没有中意的女娘。皇兄交好的邻家少爷有个妹妹，与皇帝你的年龄相仿，不如趁此机会
你们好好聊聊。臣女林殊见过七皇子。几日不见，妹妹这肚子倒是没什么变化。本宫怀孕那会儿可不像妹妹。贵妃娘娘与臣妾已有1个多月未见，并不是几日。而且，皇后娘娘也给臣妾送来了不少补品，臣妾心情颇为愉悦，自认对腹中胎儿的成长有好处。因为林家千金擅长医术，不如让林小姐给婉妃娘娘把把脉。毕竟太医院都是男医，难免有疏漏的地方。四皇子还真是个多嘴的，不过若是能试探出苏清婉肚子里孩子的真假，也是值当的。皇后还想通过林殊拉近跟七皇子的关系，有我在，怎么可能让你得逞？那就有劳林姑娘了。林姑娘年纪轻轻，医术倒是不输太医院的老人。日后得空，记得多给七皇子调理身体，这身子可不能亏空了。多谢婉妃挂念，本殿下身体好得很。婉妃娘娘的身体，林姑娘可要说仔细了些。我腹中是先皇的遗腹子，皇后娘娘说过，出不得半点差池。林姑娘做事怎么毛手毛脚的？幸亏这是酒水，并非茶水。如果烫坏了婉妃，吓到了她肚子里的孩子，你该当何罪？臣女知罪，臣女不是故意的。婉妃娘娘脉象沉稳有力，腹中胎儿健康，娘娘不必忧虑，安息养胎即可。多谢林姑娘。皇后娘娘，贵妃娘娘，容臣妾回去换身衣服，再来给二皇子庆祝生辰。七皇子殿下，春桃，把我的衣服拿过来。春桃，可是这件……你疯了？你来这儿干嘛？婉妃不是见林殊为我倒酒吃醋，我可是特意来讨好你的。我几时吃醋了？你赶快出去，别被人瞧见了。苏清婉，苏，怎么是你？不然二皇子以为是谁？这么失望？没什么，刚才是我看错人了。可我怎么听到二皇兄在叫婉妃呢？婉妃在我的席上弄脏了衣裙，我有点放心不下，便过来看看。那就是再放心不下，也不能随便就闯进这里啊！要是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，怎么办？二皇子、七皇子不在席间，来此处做什么？苏金婉，你怎么会从那个方向出来？啊，身上的香囊湿了，换了衣服，去静园取了一个新的回来。二皇子为何在此处啊？啊，席间的酒醉人，我出来吹吹风。既然皇兄已经酒醒了，婉妃娘娘也梳妆打扮好了，那便一同回去吧。穆妃，二皇兄的眼睛都快掉到穆妃身上了。你不是吗？哼！哼！你怎么跟他们两个一块回来的？母后，皇位的争夺，儿臣怕是要多对付一人了。皇儿，
是否察觉了什么？母后，苏清婉和萧承玉的关系似乎很亲密，儿臣直觉，苏家很有可能已经是萧承玉的人了。南方水患一事如何了？已经在做最后的安顿工作了。很好。你这样做。小姐，七皇子殿下来了。是七皇子来了让你开心，还是因为夜行来了你开心？小姐，不要打趣人家。还不快去请七皇子进来？再让本皇子好等，小心扣你聘礼。婉婉，来。我亲生孩子还不能摸？哼！这孩子生出来可是要换你皇兄的。那可说不准。自从二皇子生辰宴以后啊，每次就给皇后请安，他都话里话外的试探苏家跟你的关系。今日朝上，大臣们对萧显策与皇后倾尽家财，购置救灾物资的事情十分赞赏。萧显策明显拉拢了不少人，只是亲身前去南方的四皇子萧致远，心里不是那么痛快了。萧致远虽有勇无谋，但是身为尊贵的皇子，亲自南下，还亲力亲为的帮助灾后重建。结果呢，功劳全被二皇子抢走了，怕是那荣贵妃心里呀，更是不痛快。是啊，荣贵妃亲生的三皇子先天失智，四皇子可是娶了他娘家堂妹，他们一荣俱荣。只是不知道皇后那边会怎么对付我们了。小姐不好了，婉儿被人弹劾下狱了。劳烦大人通融一下，容我跟我父亲说几句话。婉妃娘娘，苏大人犯的可是大罪呀，我真不敢放您进去。啊，娘娘，您且去探望，但是不宜时间太长。有劳大人。小姐，他们怎么突然放咱们走了？八成是萧承玉帮忙。时间紧急，你先在外面等着。小姐，您现在身子重，天牢阴冷昏暗，您多保重身体。哎，爹娘，婉婉，你现在身子弱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让你救闺女啊！你出了什么馊主意？那七皇子浪荡名声在外，你这是把咱们闺女从狼窝你拽到虎窝啊！怎么处理？怎么想的啊？怎么想的？哎呀，夫人，你轻点，为父身子弱，可经不起你的拳头。再说了，七皇子也不像你所说的那样不堪。娘，您就别怪爹了，此事是我同意的。那萧承玉对我是极好。我不相信。爹娘，你们在这怎么样啊？那狱卒有没有为难你们？哎呀，那个牢头的兄长啊，曾是我的门生，哎呀，对我们是照顾有加。你看，还给我们准备了这些，你就放心吧。就是，不管怎么说，你娘我也是信耶律的，他们呀不敢把我怎么样，放心吧啊！真没想到，那个皇后和二皇子会把买卖官职、抬高物价的罪名扣到爹爹的头上。哼，他们还伪造了一封我与那些官商往来的书信，我差点就信以为真了。爹娘，这几天就先委屈你们了。这件事情我一定会调查清楚，还你们清白的。乖女儿啊，这后宫不得干政，这事儿你不要参与太多，
省得七皇子与你心生嫌隙呀。婉婉想做什么便去做啊，我自会全力支持。你怎么来了？发生这种事，我怎么能让你一个人面对呢？来，程昱见过苏大人。程昱见过苏大人，耶律夫人。这可舍不得，舍不得呀！耶律夫人，我本无意朝政，无心争权，但事到如今，为了婉婉的一世安宁，我会全力一搏，登上那最高的位子。好听的话谁都会说，我可就这一个女儿，如今就这么不明不白陷在这吃人的宫里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夫人，你就消消气吧。婉婉入宫本就与七皇子无关，他是我们的恩人。哎，你呀，语气温柔一些。苏大人，耶律夫人，我知道二位蒙冤入狱，心中不快，但此事在我心中早有打算，只是还得委屈二位几天。哎，不急不急，我在这里清闲自在，省得跟那帮老泼皮天天争个不休。耶律夫人，程昱还有一事相求。何事？还请夫人书信一封，我送到耶律将军手中。这……婉婉，可是心疼我了？我是怕你秋后算账，说我伤害你尊贵的身体，先讨好一下。婉婉的小嘴淬了什么毒？鹤顶红。让人欲罢不能啊！看来是销魂散。小心伤到孩子。婉婉，刘太医说了，胎相安稳，可以适当同房。我已经很克制了，只是讨个亲亲都不行。先前你在牢里说已经想到了解决办法，是什么？能否给我说说？我无意插手的，只是这件事情关系到我爹爹和娘亲，着实是担心。婉婉想知道的，我定知无不言。丞相府与商户往来的书信是伪造的，那真的必定被藏了起来。我已安排叶巡去彻查此事，估摸着应该快查出一二了吧。叶巡办事稳妥，定会有个好结果的。是我让叶巡去的，你不夸夸我？殿下真的好幼稚。好了，我困了，殿下自便。天色不早了，殿下还陪着我来，二皇子妃不会生气吧？这个皇子妃性格木讷古板，着实无趣，哪像你们会讨我开心。说起来，父皇新纳的妃子，那个叫苏清婉的，样貌美丽，还会抚琴。本皇子先前从未见过如此美的女人，只可惜本皇子纵不得她。现在朝中上下都赞赏殿下治理水患有功，不日便可登上那最高的位置。到时候殿下想要谁，谁就是殿下的，不是吗？还是你会说，等本皇子继承了皇位，定会给你个妃位。凭你还敢想苏国英？是。有刺客！
有刺客，快来人啊！二皇子殿下，你没事吧？无事，快去追！蠢货，你去蠢货！让他们灭了那些商户的口，竟然还有漏网之鱼！就把这些信件都重遍了，陈才的真相就会知晓了。苏大人不仅是苏小姐的父亲，主子未来的岳丈，更是朝廷忠臣，为人清廉。敢算计苏大人，我看你真找死！什么人夜访大理寺？啊！这信上的字迹，竟与苏大人府中搜出来的字一模一样，只是这落款。你这是纳闷做什么？你莫不是去杀人了吧？我倒是想，那样会坏了主子的计划。有水吗？你可不知那个二皇子人面兽心。那二皇子看着是个儒雅有礼的人，没想到居然是思想这么龌龊的人。所以射他腿上的那一箭，就是给他教训。一箭哪里够，应该给他射个10箭8箭才够。大半夜的，你们两个却在这嘀咕什么呢？主子，您吩咐的事情已办妥了。你刚刚说射了萧显策一箭，怎么回事？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二皇子先出言不逊肖像我家小姐的，叶巡做的没有错。我又没说他做错了。哼，还没进府就着急出来护着。叶璇，你倒是找了个好姑娘。带路，我要好好安慰我受伤的皇兄。是。我那一掌也没用多大力气，怎么还晕着？主子，你说怎么办？二皇子满嘴胡言乱语，玷污婉婉的名声，就帮他好好洗洗嘴，让他长长教训。是。我记得四皇兄明日要去给荣贵妃请安，把他插到他的必经之路去。赈灾一事，四皇兄颇多委屈，也该让他好好出口气了。鬼呀！四殿下，一大早大呼小叫的，成何体统？你说有鬼是怎么回事？四殿下，奴才一大早去到公堂里的会卧，结果那里却不知道一个什么东西抓住了奴才的脚，奴才差点吓得丢了魂，冲撞了殿下，殿下饶命！下去。二皇兄，怎么是你？若不是看出你这身衣服，我还以为我看错了。皇兄这是什么新兴致啊？在厕所过夜？刺客偷袭，我被饿死了。我看是皇兄救治水灾有功，被人给盯上了。这样想想，我虽然只是负责运送粮草，也不至于受到生命危险，也算是幸事一件啊。你还在这里啰里吧嗦干什么？还不快送我回宫！皇帝还要去给贵妃请安。你不便弄脏衣服，皇兄还是叫侍卫来吧。什么人这么不小心，伤了我家娘娘和肚子里孩子可怎么办？奴婢参见四皇子殿下。
奴婢刚刚不知道是你，是我差点伤害了你家娘娘，你忠心护主，我何须计较？见过婉妃娘娘。这四皇子头脑简单，莽撞冒失，秉性却心直口快。四皇子为何在此处逗留？喏，本想去给贵妃请安，没想到看到二皇兄在此，就聊了一会儿。什么味儿啊？春桃，还不快去喊侍卫来，带二皇子回宫洗漱。对了，殿下看样子是在这里睡了一晚，再让厨房准备碗热姜汤，给殿下去寒。是。回宫路途遥远，我送娘娘回宫。有劳四皇子。让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属下已连夜命人将仓内东西搬走，现在已全部烧毁。记得弄些新米过来，还有，把那个工人给我杀了！给我杀了！这是娘亲亲手给你剥的橘子，你尝一个。这是皮，不能吃。我不喜欢你，你不是我娘亲，我不认识你。娘娘，您没事吧？不是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本宫想和三皇子单独待一会儿。咱们娘娘真惨，先帝当年未登基之前，明明是最受宠的，虽然和皇后同时有孕，但是先帝就是偏爱咱们娘娘。就是说呀，太医月月来把平安脉，都说胎儿安好，谁能想到这三皇子是个痴儿？可怜咱们娘娘。参见婉妃娘娘，参见四皇子殿下。胎儿安好，生出来却是个痴儿，此事颇为蹊跷。若是真如我所料，萧承玉日后便可少了一个敌人。背后妄议贵妃娘娘，各掌嘴30，下去领罚。是。来，尝一口。尝一口。别跑！摔了！别跑！好吃！别跑了！好吃，好吃！小心！别跑！哟，一段时间不见，婉妃可是越发貌美了呢。要不是怀着身孕，恐怕全天下男人的魂都被婉妃给勾走了。我与贵妃娘娘有几句闺房之话要说，不知四皇子可否行个方便？本宫什么时候和你关系亲密到有闺房之话了？贵妃娘娘害我之事，我从未忘记，只是看到三皇子这副模样，有些可怜罢了。本宫乃是贵妃，一人之下，何须你一个妃子可怜？那贵妃娘娘难道就不奇怪？明明太医每次来把脉都说没事，可三皇子生下来却是个痴儿。你莫要挑拨离间，他与本宫一同入府，情同姐妹，怎么会害我？姐姐入宫许久，怎会比我天真？在这深宫之中，哪里有情深意重的姐妹？刘太医可知，这世上有何种毒药？女子服用了，不仅不被发觉，还能诞下痴傻胎儿。娘娘脉象一切安好。刚才所说毒药，古籍上确有记载，
只是其中一味药材十分罕见，它生长于岭南终日不见太阳的悬崖峭壁之上。岭南。况且服下此药后，虽然孕妇无法察觉什么，但脉象必定紊乱。若非庸医来诊治，定是能及时发现。这后宫啊，还真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阴寒之地。刘太医，你且将这个消息透露给荣贵妃，其他的不必做。荣贵妃心里自有定夺。是。我这才入宫半年，怎么就苍老了这么多？我这肚子上面长了好多丑陋的胀纹。婉婉，你走路怎么都没有声音啊？你好香啊！你要去买糕点了？听说孕妇贪嘴，特意去买回来给你尝尝。哦，还有这个。这是什么？来，早就听刘太医说你埋怨肚子有张纹，这油日日涂抹，可消除张纹，省得你哭嚎变丑。我何时哭嚎了？婉婉，你这眼神好像是在说你爱惨我了。我何时有这个意思？婉婉，这个皇位我势在必得，我定会册封你为皇后，与我共同治理江山。我们的关系本就不明不白的，请你帮忙已经是在冒险了。你坐上那个位置，虽为九五之尊，但也步步为营。若是纳我为后，必定会群臣反对的。我为何要在乎他们怎么说怎么想？我只想问你，你愿不愿意？好，好的很。我满心欢喜设想着我们的未来，没想到你在一步步后退。哼！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容你好好想想。苏大人的事情结束之后，我再问你一次。岭南，皇后的母家便是岭南。好的很。来人，取本宫的斗篷来。娘娘，荣贵妃来了。去请贵妃进来。是。去叫小厨房做点清爽的点心过来。是。参见殿下。别看了，叶巡没来。那殿下先去偏殿坐坐。我要离开几日，你好好照顾你家小姐。你我之间势同水火，你为何帮我？你我之间势同水火，你为何帮我？姐姐平日里嚣张跋扈、傲慢骄横，
今日意外见到姐姐软若慈母的模样。同为母亲，我倒是有点理解姐姐了。有话直说，你需要我做什么？不是我需要姐姐做什么。皇后手段狠辣，二皇子罔顾人命不说，还故意污蔑四皇子在赈灾中的功劳。姐姐心中的不快，到时候便有什么说什么就好。到时候是何时？姐姐很快就知道了。小姐，之前荣贵妃那样对你，你为何还要帮她？在这宫里，没有永远的朋友，但永远有敌人。荣贵妃心思深沉，她明知四皇子并非皇位人选，但还非要搏一搏，为的就是有人能够照拂三皇子。她爱子心切，知道自己本可以健康成长的儿子被皇后害成那个样子，就可以成为我们手中的一把好刀。小姐英明，不过小姐，你现在的模样倒是越来越像七皇子了。我有些累了，先睡了。见过婉妃娘娘。事关本宫父亲母亲，狄大人不介意本宫在旁听此案吧？当然，婉妃娘娘上座。今日是来审理苏丞相贪污赈灾款一案，为何要传唤二皇子？嫡良，你是审案子晕头了吗？二皇子，此物你可认得？当然认得。这信件不就是从苏丞相府上搜罗出来的，与那些哄抬物价的商户来往的信件吗？一派胡言！趁着水灾哄抬赈灾粮的物价，重宝私囊，罔顾那些百姓的性命，我从来没干过这项荒唐的事。此信件确实是从苏大人府上搜出来的，而且信的内容也是头头是道，确实是事实。谁不知狄大人正直铁面，先皇在世的时候都说了，准他终审一切案件。他都这么说了，苏大人，你还有何辩解？别急，咱闺女还在那儿喝茶呢。可是前些日子有人夜闯大理寺，为下官送来这些信件，这些信件的内容与苏大人家的信件内容基本上一致，就连字迹也是一模一样，但独独落款非苏明远苏大人。二皇子殿下，您作何解释啊？本皇子又何须解释呢？这些信件本身就是伪造的。我治理水灾有功，有人心生妒忌，就把中饱私囊、贪赃枉法的罪名加到我身上，想加罪于我，这还不明显吗？你笑什么？本宫本不该插嘴，但着实没忍住。二皇子殿下，狄大人只是说2封信的落款不同，但并未说另一封信的落款就是殿下您的。狄良，你可戏耍我是吧？狄良，你可戏耍我是吧？下官办案只为证据，从无戏耍之意。二皇子，灾情当下，你是否以买卖官职为诱饵，联合商户恶意哄抬物价，以满足你建功立业之心，有还是没有？刚才那些只不过是我的胡言乱语。那么我想问，
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我和那些商户来往呢？就不信这个力量能凭空给我捏造出来。七皇帝手下的人轻功了得，而苏丞相素来与七皇帝交好。刚才狄大人又说，有人夜袭大理寺送来的那些信件，并没有惊到事物。那么，这河宫上下能做到此事的人，恐怕也只有七皇子人。来人，去，将七皇子请到大理寺来。我让你请七皇子，你怎么把四皇子和荣贵妃请来了？究竟是何人想害我三皇兄？四皇子，此言何意呀？事关皇子性命，本宫只好亲自到这大理寺来找狄大人。前段时间南方水患严重，北方草原进贡的米粮多数运往灾区，粮草库存不足，本宫可以理解，但怎能拿发了霉的米熬粥送到三皇子那里？本宫的儿子吃啥？你们当本宫也是好糊弄的吗？荣贵妃慎言，宫里的米粮一直由二皇子殿下负责，二皇子稳重，怎么会出此差错？婉妃娘娘这么信任二皇子，那这地上的米粥，你尝尝如何？哼！事关皇粮，皇妃娘娘，二皇子下官得罪了。去，取二皇子府上的粮仓钥匙，开棺验粮。若是真的二皇子私自扣押赈灾粮，实为欺上瞒下，罔顾灾民的性命于不顾，这可是要……哼，德不配位。大人，这都是从二皇子府上取来的。是。这些都是从二皇子府上取来的粮食吗？回大人，这就是从二皇子所看管的仓库里取出来的。让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属下已连夜命人将仓里东西搬走，现在已全部烧毁。记得弄些新米过来。还有，幸亏我早有准备，不然还真让你们抓到了把柄。狄大人，那粮库里的粮食都是从草原发来的吧？当然。苏清婉，你到底还想搬弄什么是非？皇后，你生于中原，长于中原，我草原上的粮恐怕你还没有见过。狄大人，请让我看一下袋子里的米。狄大人，这不是草原送来的那批米，看样子应该是最近新生产的。耶律夫人嫁到中原已经有10余年了吧？这草原的粮食，你恐怕是不认识了吧？她的话不可信。耶律夫人的话不可信，那这位的话呢？爹，外祖父，婉婉，你们受委屈了，别怕，凡事有外祖父给你们撑腰。既然皇后和二皇子不相信我女儿所说，那老夫就来让你们好好的认认。看清楚，老夫的大米产自家乡肥沃的土地，颗颗米粒大而饱满，色泽晶莹。你仓库里那些干瘪的东西，居然敢说是老夫的人送去的？哼，这简直是荒谬！皇兄，耶律将军送来的赈灾粮，既没送给灾区，也没在粮仓，那到底在哪？不对，这不对啊！赈灾粮是我负责押送的，每次出门前都是我亲自确认，里面的的确确是粮食，没有任何差错。四皇兄难道真的日日夜夜的守在马车上面吗？马车一出城就被调包了，皇兄一路上辛辛苦苦押送的，看似粮，实为草。什么？萧承玉，你不要血口喷人！皇兄
下次叫人销毁证据的时候，可得仔细一点。皇兄怕不是忘了，猎场就在山脚河边，那烧粮的火一着起来，猎场的人就看见了。现在火已经被扑灭了。狄大人可以瞧瞧，瞧瞧那是不是本该送到灾民手里，却被放到粮仓捂到发霉发臭的赈灾粮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么隐蔽，你是怎么可能知道的？我其实一早就知晓了此事，只是皇兄想要争取皇位，就不该罔顾百姓性命，踩在无辜人生命的尸体上，爬向高台。萧承宇，难道你就高尚吗？啊！你知道我做的事情，你却看着我走到今天这般地步，你这不是在罔顾百姓吗？在得知你手段的时候，七皇子殿下已经派人快马加鞭，通知了老夫。老夫也早已派人紧随你其后，将富足的粮食送去了灾民的手中。当然，还顺手救下了那些差点被你灭口的商户。要不要把他们叫来，跟你叙叙旧？七皇子英明，高瞻远瞩，下官佩服。狄大人刚正不阿，我们大周需要你这样的人才。多谢殿下相助，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婉妃娘娘，恭迎新帝登基。大周324年，七皇子萧承玉德气端宁，气势宏远，承袭帝位，众望所归。为君者，代天理民。朕虽不愿效前贤，与诸位共襄盛世，唯愿海晏和亲。跪拜！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陛下既已登基，就不该3天2头来我这里，会惹得群臣非议的。谁敢议论朕的是非？啊！你身子这么重，还乱跑，看来我是得多指派几个人来伺候你。称讨仔细，有他一个人就好。我是先皇的妃子，当今的皇太妃，不宜过于奢华。若是朕许你皇后之位呢？爹爹翻案之后，我就同你说过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只能是太妃和当今皇上。你刚登基不久，正是需要笼络人心的时候，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生出如此罔顾人伦的想法？朕坐在皇位之上，自然有朕的本事，何须看他们的脸色？朕明日早朝就宣告此事。不可！萧承玉，你若真这么做，我就立刻离开后宫，与你永世不再相见。看来是朕宠你太久了，居然还敢威胁朕。你若是敢离开，就别怪朕。怎么，是朕弄疼你了吗？萧承玉，我好像要生了。传太医，传太医！
哎呀，哎呀！陛下，我们现在怎么样？陛下放心，这头一胎确实要遭点罪，不过娘娘身子素来安好，不会有问题，最多熬1-2个时辰。快去！那有什么办法？比如把孩子扯出来之类的。好，臣定当竭尽全力照顾好皇上。哎呀！恭喜皇上，太妃生下了一位小公主。朕我饱读诗书，每日审阅奏折无数，竟不知道生孩子这么痛苦，像是被抽了魂一样。哪里是抽了魂儿，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。不过我的身子随了我娘气，好得很，在太医的调理之下，很快就能恢复过来的，你不要担心。我刚才是不是不跟你吵，你就不会这么难受了？或许吧。还有心思戏弄我？看来是恢复的不错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陛下，娘娘产后身子虚，你应该回去了。来，好好休息吧。你要好好歇息，明日我再来看你。怎么这么多？这些折子里一大半都是在说陛下登基之后，不能光顾着忙于朝政，也要早日立后纳妃，选秀事宜了。先帝子嗣稀薄，恳请陛下早日立后纳妃，为皇家子嗣延冕。10个里面8个都是这个。朕就不能因为两情相悦，因为钟爱，因为倾慕，为什么就非得是生孩子？皇家历来如此。他们越催，我偏不如他们愿。想要看孩子，朕就多给他们纳些妾室，自己生去。那苏小姐呢？哪里是抽了魂儿，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。朕今日看到她虚弱的模样，我实在心疼。若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立她为皇后，想到她不仅面对群臣的指责，还要继续孕育子嗣，唉，算了，日后再说吧，只要她平安开心就好。你这是准备去哪儿？闲来无事，太医又不让我外出走动，就收拾收拾。只是收拾，还是准备离开我？我刚生产完，哪里能折腾的？你不是说你的身体随了耶律夫人，好得很吗？就算再好，生产完也是需要静养的。自打我认识你，我就知道你古灵精怪，鬼点子多得很。好，既然要静养，那朕就给你整一个好地方，让你踏踏实实的静养。以为我要把你绑去皇后的凤凰宫吗？你说的没错，我刚登基不久，地位不稳，突然立你为后，肯定会让你不安，还会牵连苏家。但是，我又不想给你逃离我的机会，所以，我只得金屋藏娇，把你藏在这里了。那龙椅怕是抹了什么毒药，坐上去的人都变得疑神疑鬼，霸道无理。放肆！竟敢对朕不敬！程桃，去把公主接过来，本太妃要在此休养身体，闭门谢客。
叶巡，传朕旨意，朕今日夜夜批奏折至凌晨，身体抱恙，谁都不见。是。婉婉，看，我给你戴上。好看吗？好看。果然很美。萧晨玉，只要你需要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，看着你成长，看着你扶摇直上，成为一代明君。知我意，感君怜。此情须问天。娘娘，您禁足3年，刚出冷宫，可要多注意身子。青阳，你唤我一声父皇，朕便把这玩具给你，好不好？父皇，给。萧承玉，不过3年，你竟有了孩子。娘娘，您有所不知，那孩子并非陛下所生，而是先皇的遗腹子清瑶公主。萧承玉，为何让先皇的孩子换他父皇？你去帮我办点事，办好了有赏。是。不管是谁的孩子，萧承玉、苏清婉，3年前你们害我儿被贬流放，又害我被关冷宫3年，褫夺宫位，本宫一定不会让你好过。3日过去了，你们还没有人能给朕解决北方大旱的办法吗？启禀皇上，臣夜观星象，大周本应群星璀璨，福泽深厚，可不知为何在群星的西南角竟出现一道裂口。臣以为北方大旱来得蹊跷，实乃为宫中西南角有不祥之物，在抢夺陛下的龙运呐。那你倒是说说，宫中的不祥到底是何物啊？臣不敢言。敢算为何不敢言？说。此不祥之物，乃是先皇的妃子，当今皇太妃苏清婉。我去你的！皇上念你祖上乃开国功臣，给了你一个官星阁的闲职，你真的以为你能揣测天意？敢说我女儿不祥，我看你是不祥，你家族除了你老祖都不祥。陛下，臣所言非虚啊！苏大人在朝堂上公然殴打臣，你可要为臣做主啊！我呸！朕问你，太妃在西南行宫休养之事，朕从未对外说出过，你是为何知道？太妃此时就在北方大旱，实为西部蛮族为了争权夺地，断了流向北方的水源所致，何来鬼神之说？叶巡，把这个妖言惑众的东西拖下去，朕不想再看见他。是。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啊！大家都退下吧。狄大人和苏丞相留下。这北方大旱与西部蛮族之事，不知2位爱卿有何高见？陛下登基3年来，励精图治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实为一代明君。然蛮子野心勃勃，3年来屡犯我大周边境，若是再忍让，百姓将民心惶恐啊！苏丞相所言极是。如今唯有一战，方能破解困局。2位言之有理，那朕应该派谁带兵前去呢？这你身处行宫，消息还真是灵通。爹爹一下朝就差了人送信来，3日后御驾亲征，讨伐蛮子。我便抓紧些时间绣出这平安符，希望能够保你平安。此番征战艰险，有婉婉的平安符傍身，我定能凯旋。一定要平安归来。陛下，
大部队已与耶律老将军会合。好，夫人，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陛下，微臣就这么一个好夫人，你一定要保护好她，让她平安归来啊！陛下为君，我为臣，怎么能让陛下保护我呢？苏大人，放心，我一定会带耶律夫人平安回来。谢陛下。陛下，该启程了。陛下请放心，宫中的一切事宜，我和苏大人定会安排妥当，等您凯旋。狄大人，还是先止了苏大人的眼泪吧。陛下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护好太妃娘娘和清瑶公主的。出发吧。小姐，陛下马上就要去出征了，您真的不送送他吗？这就送。小姐，小姐，娘亲，他们都说外祖母身为女子，不该同男子一样征战沙场，就该在家相夫教子，是这样吗？才不是这样呢！这世上啊，从来就不该规定女子不该做什么，男子该做什么。春桃姐姐说，民间很多女子听到外祖母随皇兄出征后，都想参军，可屡屡被拒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外祖母和他们哪里不一样吗？来，春桃，我记得刑房还有几处房子是空着的，你去叫人帮我收拾出来，然后再将这个粘贴出去。小姐，您这真的要这么做吗？闲来无事，就当打发时间了。一群废物，连个女人都搞不了。娘娘，听闻前线战事紧张，皇上重伤，性命堪忧，最好死在外头。本宫也好早日把二皇子接回来。还有一事，近日太妃的行宫不知怎么搬去了好多东西，还有不少的男子进出，奴婢想去看看，还被春桃那丫头赶走了。去，你再替本宫办件事。赵氏，陛下禁足你3年，以示开恩。你难道还要趁陛下和苏大人不在，欺辱太妃吗？前线战事紧张，陛下生死不明，苏清婉却在后宫大肆敛财，不顾伦理，招见男宠，此等恶行怎不是不祥？先前陛下被蛊惑，我们现在替陛下分担，除了这妖女。赵氏，希望你莫要胡言乱语。本宫是不是胡言乱语？进去了便知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开门！你们这……看看这是什么？啊！赵氏，赵氏，赵氏，你们看看啊，看看！见过皇太妃，行宫乃是太妃休养之地，现下你们这是……这还看不出来吗？当然是传道授业。你们这群人，浩浩荡荡的来。闭嘴！行宫虽远离乾清宫，但也是皇宫的重地，你怎么让贱民随时进入呢？还有，自古女子不问朝政，只管相夫教子。苏清婉，你也胆子太大了，你怎么敢将这种人视死习武呢？先前听说有人说我是不祥，我就猜到了是你。荣贵妃带着3皇子回了母家，4皇子为陛下镇守东部，你一个被褫夺封号的前皇后，居然还不死心。同为女子，你不过是有个好家世，所以能够养尊处优。而他们呢，心思细腻，身手敏捷，
才干不输男子，却只因是女儿身。本宫闲来无事，也是惜才，就想教教他们，是犯了哪条天规了吗？妖女就是妖女，还敢在此妖言惑众！我娘能战场杀敌，他们为何不能？你们能在宫中立足，为何他们不能？他们不过是没家世无背景的草，如何能与我们相提并论？谁说他们没家世没背景？你可知他们的夫君都是谁？是在战场上为陛下出生入死的将士们。本宫为何不能安抚照顾他们的家眷？他们的夫君能为大周效力，那是他们的福气。万一要是战死，也就是一般寡妇。那我就是他们的背景，他们的家世。可是陛下会同意的。我会向陛下起立。我也会。你们干什么？我们是来抓这个妖女的，你们怎么都退缩了？赶紧把她给我杀了！杀了！杀了她，战事才能平定；杀了她，我的儿子才能回来。看来你还是贼心不死。来人，先皇后赵氏妖言惑众，心术不正，带下去关押冷宫，待皇上回来了再做定夺。你们不要过来！过来，我就把这给烧了，把这烧了！啊，这苏清婉，要是本宫死了，我要拿你陪葬！终于回来了。奇怪，怎么无人来接驾？主子，你看，那是行宫的方向。婉婉，啊，陛下，你就可回来了。婉婉呢？婉婉在哪？婉婉她，陛下，别拦我！陛下，婉婉在里面。陛下，婉婉，你身上的伤还未痊愈，不可冲动啊！谁敢拦朕？说是我拦着呢。差一点就要为你殉情了。本宫就知道你们俩早有私情。你们来看呀，大家来看呀，这就是你们拥护的好皇帝、好太妃。赵氏，我等并没有看见任何有违常理之事，只是瞧见了你这个毒妇，差一点害得有情人天人相隔。陛下饶你一命，还不知感恩，这一次定要你付出应有的代价。来人呐！走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3年没回来，这里倒是一点都没变。婉婉，你也是和3年前一样美丽，让我沉沦。萧承玉，你老实跟我说，你是不是早就倾心于我？是何时开始的？是我去寝殿求你那晚？更早。更早？在你还没有遇到我的时候，我便对你一见倾心。那我求你给我个孩子的时候，你是欢喜的？怎么打仗回来倒是清心寡欲？青瑶大了，不如我们再要一个孩子，可好？婉婉，不好。为何不好啊？你不爱我了？我如何不爱你？只是生孩子，就像在鬼门关走了一遭，我不想再让你受此折磨了。太医说了，只是头胎难些，后面都简单。再说了，我想给你生个孩子。母妃的话，儿臣悉数照做。萧承玉，不准在床上叫我母妃。公主殿下，
属下已奉命带回太子殿下。皇姐，你就不能给我点面子吗？让月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给我抓回来。堂堂大周太子，不喜文不喜武，天天跑去和别人斗蛐蛐，成何体统？今后如何继承皇位？不是有皇姐吗？皇姐比我勤勉多了，我不适合当皇上的。你以为我愿意坐在这里吗？每天都有批不完的奏折，累死了。公主殿下口渴了吧？快喝点茶，润润嗓子。父皇和母后何时回来？二位主子刚刚来信，说他们正在南海玩乐呢，没有3个月，怕是回不来了。好，非常好，那就让本公主好好出口气吧。皇姐饶命啊！皇姐饶命啊！准是那2个小家伙念的，我们就这样出来当真可以吗？皇位迟早要给他们的，更何况还有狄大人和父亲在。甜的。刚刚吃了果子，我给你弄点。果子哪有母妃甜啊？破镜夜春秋，动情夜春秋。长波惊百转千愁，朱颜偏不知被泪浸透。